这一块肉叫什么呀？这一块肉叫肩胛骨。肩胛骨是羊身上较好吃的那几块肉之一。老话讲啊，过去舅舅面前外甥是不能吃这块肉，为什么呀？长辈们为晚辈灌输着一种理念和教育是什么呢？一定要尊老，一定要把好吃的留给长辈。今天呢，就我自己，那我就不客气了啊。这是脆骨，肉已经吃完了，随着知识点也就来了啊！你看看这个白的比较发白的这一圈什么呢？代表这只羊的羊主人家的羊圈。我用刀把它豁开，为什么要豁开它呢？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有一个美好的寓意，就是希望他们家的羊圈变成无限大，希望他们家的羊群发展繁殖到无数只，每一个人都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所以这里没有羡慕嫉妒恨。我说清楚了吗？你们知道我家乡是哪儿吗？东吴中信旗。我家乡的羊叫做吴中庆肥的羊，顾名思义，它跟其他品种的羊不同，就是它的尾巴肥。羊尾起什么作用呢？它跟驼峰一样，它是羊身上的能量库。从青草长起来的草黄为止，羊一直往自己的尾巴里储存能量，以此来活动。它不仅抗寒，我们要知道一个常识啊，冬天草白了之后营养价值特别的低，不跟绿草一样草绿的时候营养成分高。那么到了冬天，草的营养价值特别的低，那么缺乏的营养从哪里来呢？来自这个羊。所以呢，羊尾这种特别的好吃。今天我们来一块我们家乡吃羊尾的习惯是配羊肝，来，先把羊肝嘎一块，然后再来一块羊尾，蘸点油花。这可不是韭菜馅的盒子这是肉盒子。今天简单的谈一谈它俩的区别韭菜馅的盒子是我们北方陕西、山西等地的比较流行的小吃它讲究什么呢？它讲究的是头一茬韭菜和鸡蛋作为原料，但是我们这个肉盒子是呢，一片就一个大的面片，然后呢对折把肉夹在中间就可以了，然后煎熟就可以吃了。来，我们尝一尝。我们再蘸点韭花，这个味道可真没写有句老话讲嘎耳朵都不知道。你们知道为什么我们当地的黄标牛肉比进口牛或者是育肥牛肉的价钱高吗？那是因为黄标牛的个头不大，所以呢它的出肉率低。第二个呢，它的成长周期长，时间成本就高。第三呢，为了保护生态国家出台了草畜平衡的规定，150亩草场才能养1头牛，这个数字可以上下浮动的也就是说每一头牛都有专属自己的150亩草场，并且在这一片草场上，它们自由自在的行走或者是奔跑，所以呢，它们的肌肉是松弛状态，以此来保持生命体征的良性循环，再加上几十种天然牧草和中草药来喂养它。听完之后，你觉得这个牛肉还贵吗？咱们再蘸一下草原上的万能蘸料韭菜花。你们知道这块骨头叫什么吗？它的书面名称叫羊中骨。我说这块肉特别的好吃，你们信吗？想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这一块骨头骨髓多，所以呢，在煮肉的过程当中骨髓会渗透到肉里，所以特别的香。几乎所有的手把肉都带骨头，原因是什么呀？原因就是让骨香渗透到肉里，这样不香。
闻着香味了。看这是什么呀？风干牛肉干。说大白话的话，意思就是脱水的牛肉呗。那为什么叫风干牛肉干呢？因为啊，它一定要经历高原上的漫长的零下20到30度的冬天，开春之后才脱完水。意思就是啊，牛肉里的固体水蒸发完，它需要很长时间的，小半年。那么炭烤牛肉干是什么意思呢？它是人为的把牛肉当中的液体水分蒸发，所以它俩的生产周期是不一样的，味道也不一样，成本也不一样。哎，牛肉干可以生着吃啊，先来一块瘦的吧。再来块肥的，再泡点奶茶。找个果条，扒拉扒拉碗里的。那是一个傍晚，男主人放了一天牧回来，走进蒙古包，看到了女主人为他做了一锅香喷喷的蒙古面条。女主人用的是我们草原上的井水，烧的是我们草原上的恒温柴火粪，用的肉是前2天杀的，为了方便把羊肉扒成皮，挂在蒙古包东哈达墙的内侧。因为天气热啊，此刻的肉已经变成了羊肉干。然后呢，他用自己的非专业的烹饪手法做了一锅面。女主人把一碗面放在男主人的面前，瞬时男主人的心中幸福感直线上升。就在这个时候，蒙古包内的气氛显得那样的幸福。原来草原人的生活是如此的简单，也如此幸福。我们今天用的是风干牛肉也不是那样的做饭。再放点我们草原上的万能蘸料韭菜花，这不看看这是什么呀？羊血肠。说到血肠呢，我不得不说我们蒙氏的掏心杀羊法，它的工作流程是这样的：首先是把羊头朝北放好之后在羊的腹部呢豁开10公分左右的口子，然后伸进去手，通过护心肉挑断脊骨上的那一根大动脉。这个时候呢，羊血会流进胸腔内。开膛之后我们用碗把血蒯出来，然后呢，按照我们这儿的做法呢，可以兑一些白面，然后呢，肯定少不了，按照我的习惯呢，少不了我们的万能蘸料韭菜花。这个可以按照个人的这个口味去调制你可以搁点蒜末或者是葱末。然后呢，还有一个工序是什么呢？这整只羊的这个羊肠我们用传统的方法，用盐水清理干净之后，把血灌进去，封口煮熟就可以吃了。它也叫盘肠你看它不是盘旋的吗？话不多说了，开吃吧。别忘了蘸万能蘸料韭菜花。